好，我们这次主要解决的是 Procreate 一些附加的问题。首先，我们先来解决这个画布建立的问题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这有这么多画布，那么我们点击这个右上方有一个加号，我们点击。那么建立多大的画布比较合适呢？这边是3000乘3000像素，就足够了。如果你3000乘3000的像素依然不够，那一定是你操作有问题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首先来建立一个3000乘3000的画布。你看，其实我这下面已经有一个了，对吧？最下面倒数第3个这个示范图层，但我还是新建一个。点击这个新建画布4个大字旁边的这个加号，你点击它，对吧？然后尺寸。这个就不要点太大，因为太大的话，它这个 Procreate 的问题就是你可以看到这里下面有个最大图层数，你的这个像素越大，它下面这个图层就越小，所以就尽量不要整太大，3000到3000是绝对是够你用的了。这无效是怎么回事？等会儿取消一下，3000乘3000就足够了，3000乘3000。好，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最大图层数是55够用了，就足够用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点击创建。好，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建立了一个正方形的。好，我们现在以 L1 为例，我们去创建它这个透视辅助。好，我们要知道的，首先我们要知道透视辅助的原理是什么。Procreate 的透视辅助和 CSP 和 Psi 和 PS 的钢笔最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。什么意思呢？这样的，我们去用 CSP 和 Psi 的那个透视的时候，它会呈现出来的那个尺，它是自动符合透视倍增的，但是 Procreate 是不符合的。Procreate 相当于什么呢？相当于它是直接给你几个点，好，就给你看到我们看到这有几个点，对吧？然后它就可能这样的就算是一个消失点了，然后它又给了你另外一个消失点，其实是这样的。而我们所看到的它所展示的这个透视辅助呢，相当于是你拿这个去交叉这个，它就你这么挪，你去挪那个消失点的时候，其实就相当于你把这2个消失点这样去交叉。好，我们看到这样的话交叉，它肯定会产生2个之间，它肯定会产生这个交集，它会有一些平行四面形啊之类的。但问题在于，因为它是单纯的就这么2个交叉，所以它只能保证它是交叉，它并不会保证它是一个倍增的状态。所以一定要注意 Procreate 的这一点，千万不要偷懒直接去描。好，知道它这个原理之后呢，我们去设置这个像素这个透视辅助。好，那么问题来了，很多人他说透视辅助不知道如何去找中线。好，那我们把这个东西缩小了看。现在你所观察到这个白颜色画布的背景是不是黑色的？黑色的上面是不是有白颜色的网格？这个网格就是给你用的。好，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做一个45度的斜的一个透视辅助线，那么怎么拉呢？如果拉不准，只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你没有弄清楚它消失点终极的作用是什么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做是一个2点透视，那么我们点上左上角的这一个，我们去点动画里面有一个绘图指引，点开它。好，点开它其实可以看到已经出现了，但这是2D 的嘛，我们也之前说过的。那我们编辑绘图指引，点透视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创建消失点。好，这个时候问题来了，很多同学说为什么我3000乘3000不够用？因为他们以为消失点只能点在这个画布里头，那得画到多大的画布才够用？肯定不 OK 的。它这个其实可以，你这样，你把画布缩小了，对吧？你看缩小点，点这个消失点是可以点在画布外面的，你再点一个就是创建第2个，它最多可以创建3个，因为就3个消失点嘛，你再点一个就3个。好，那比如说我不想要这个，因为我现在只是2点透视，我删掉一个。好，2点透视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很多人说那它这个我怎么才能创建一个45度的呢？我不会弄啊。好，问题来了，45度是不是一个轴对称图形？轴对称图形意味着什么？就是你图形的中线一定是在这一条直线，不是在这条线段的中间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怎么确定呢？我们可以稍微放大一点，可以看到，首先比如说我们想要的图是一个俯视的图，那么请问俯视的图水平线是在方块的上还是下？那我们可以知道俯视的图水平线是在方块以上，那么我们想要的这个图案是不是在画布的中央，对吧？那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方块置于水平线以下？那就意味着我们要把水平线往上拉，对吧？拉到这儿。好，
这个时候如何保证我找到线在中线？那你看这个背景，你就开始数格子，我就不数了，我其实就是数格子就可以了。你看你大概估摸着两边是对等的，你就往两侧拉，同等往两侧拉，你估摸着应该是个对等的。你看你要保证你的地平线是水平的，对吧？那你就看到背景那个格子了吗？看到背景的白格子了吗？你只要保证这两条线它俩在同一个白格子上，那么你的这个水平线它就一定是水平的。好，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它是45度的，你说我数格子数的太麻烦了，我数不出来怎么办？好，这是一个问题，就是 Procreate 如果你只设置了一点透视，那么它默认剩下两条透视自动横平竖直。如果你只设置了 X 和 Y 这两点透视，那么它默认第三条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竖直的线，它一定是垂直于你的画布的。注意，它是垂直于你的画布，它不是垂直于你设置的 XY 这条水平线。好，那既然我们已经保证了，我们设置了我们这个 XY 水平线是平行的，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确定我们默认的这条 Z 轴它一定是垂直的，对吧？好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点我们去找个大概的，在这儿。好，我们说它是差不多的。好，我们确认。好，那么问题来了，它既然一定是垂直的，那它是不是两边是对称的，对吧？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三个问题，就是我们要用的时候，你现在直接去画，它是肯定没有用的。那怎么样才能有用呢？就是点击它，开绘图辅助，开了绘图辅助的那一个图层，你才能去符合透视。如果你再新建一个这个图层，你没有开绘图辅助，那么你画的时候它是不影响的。好，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当你点了绘图辅助之后，只要你不去动这个背景的这个辅助，你不把绘图指引打开去动它，你不论怎么画，它一定是符合透视的。如果画错了，就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你透视方向找反了，或者是你找偏了，你就没画准，不然你只要那个点找到了，那么它一定是对的。好，这个时候又有一个新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有的人说这个问题下一个，我们先到这儿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找45度的呢？那我们这个时候你看45度是不是轴对称图形？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想要找的是不是大概是这样一个菱形，就大概是不是想找一个这样一个菱形，并且这个菱形应该是一个中线，应该是这样的分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应该想找的是一个这样的方块。如果想要找这样的方块，是不是它的这条竖直的线刚好平分这个菱形，对吧？那么问题很简单，我们就找，你看你现在看这个背景，你看这个背景地板上是不是有好多好多菱形，对吧？那我们就这样的拉，你看这地板是不是有这种交接点，对吧？你就过交接点往上拉，因为我们现在默认是垂直的，所以你只要拉出来一定是垂直的。如果你过了这个交接点往上拉，它一路上去，它一路上去刚好都是过这个交接点，发现了吗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这就说明什么？你找到了你的这个消失点，你设置了两个消失点之间的中线，你找到它之后，你再去做对称，它就一定是中线。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去画，对吧？你说我倍增的时候我不描格子 OK， 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在设立第一个方块的时候，如果你不能确定45度，你看你就这样的，我到这边这一点，我再到这边这一点刚好，那么我可以告诉你，保证这个距离它一定是等宽的。你这个时候再去做一个这样的，你说我横着拉一条线，你就会发现它刚刚好，这样你就一定能找到它这个对称的，不会出现为什么我找不到这个中线，为什么对不上？不会的，你一定会保证去找到这个点。好，那么问题来了，你看这个也是一个透视的问题，就是你说我在这儿会不会这个方块它会不会太靠上了？那太靠上了怎么办？咱们就往下找找。什么叫往下找？你看这个位置太接近水平线了，我们就往这个下面找，对吧？那就往下走呗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发现我设置的这个画布好像不太 OK， 我能不能改？可以。这个时候点击左上角的这个设置键，这个画布你点击裁剪并调整这个大小。这个时候你看我画布怎么动，你刚才设置的那个绘图指引都不会动的，它就会在原地等着你。那么我这个时候你看我说我终于找到了，原来我想要的画布在这儿，我的梦中情布在这儿。你说其实我想要的是这一块，不是刚才这一块，这块太高了，你就说我往下挪一点 OK， 完全没有问题。这个时候你再挪到正中央，你点个完成。好，你可以看到了
绘图指引还在那里等着你，还是 OK 的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关掉这个，然后我们去找我们心仪的，找一个我们心仪的。好，我们去找。你说，哎，我觉得这一块好像大小差不多，然后呢你就找这个。这个时候你再去建立这个高，这个高大概为什么是方块，你就得自己目测，你估摸着它长宽高差不多就是了，对吧？当然如果你觉得哎呀为什么这么平啊，对吧？是不是太大了，那你就怎么着，你就收窄一点好咯，你就窄一点咯，你就往上找咯，这个就看你自己了，你自己想怎么着怎么着了，这个情况看你自己。好，这是一个问题，我先大概画一下，我就不对准了。那好，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有同学说啊，那我这个画的时候啊，我要整别的图好麻烦呀，我这个又要换什么样的？那这有个小技巧是什么样呢？就是你看我现在这个图层它是开着绘图辅助的，我不用变图层，我不用新建一个不开辅助的图层，我只要比如说你看到我用了一个蓝色的笔，我从这个点往外走，你看这个时候它是不是顺着图层不能动，对吧？你停一下，你看停一下以后你不要松，这个时候你就会以那个点为源头，你随便怎么拉都可以，你这个时候再去做一个这样的拉，怎么样都可以，对吧？但是就是有点麻烦，因为它会有一个辅助的这种东西，所以它拉的不是特别的这种稳定，你看它会有这种指引的感觉。所以如果你只是普通的晃动，你就定一下就可以了。但是如果需要新的话，你就新建一个图层去拉就可以了。新建的也是一个辅助图层，新建一个图层，对吧？拉停一下就 OK 了。然后你看现在这样一个3000×3000的画布，我这个笔刷它这个像素，你看这个像素也不是很大，对吧？也不是这个笔刷像素，哎，你看有锯齿吗？没有锯齿，除非放到这么大它才会有锯齿。而这个笔刷我已经就是你们在这个课件里头会有，我已经打包发给你们了，它一定是够的，它绝对不会产生锯齿。如果有，那一定是你把画布放的太大了才会产生这种问题。好，那么到这儿已经解决了几个问题。好，第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？就有同学说，哎呀，我从这个点，他说为什么我这个点对不上呢？他说我找不到那个消失点，他就跑去，你知道他跑去干嘛吗？他说我这个消失点我看不到，所以我要把画布开很大。不用的，你不用看到消失点，你只要对上就可以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看到我们这有个方块，对吧？好，我这个时候要画一个方块，你说我把绘图辅助开了，对吧？你说哦，我现在我能保证这个竖直的，它肯定是竖直的，对吧？然后你说，哎呀，我想在中间画一条线，可是这个背景这个图案没有给我呀，我要去找消失点，不然我不知道是哪一个点。不用的，你不用去找哪一个点，你就觉得哦，我可能要在这个地方走，然后你就顺这个方向走就可以了。你只要顺着这个方向走，它一定是符合透视的。如果你画错了，就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你本来应该消失点是不是应该往这个方向走，左上方走，对吧？你走反了，你可能走成了这个方向，那这个方向也是符合透视的，但是它是反的。所以你如果用 Procreate 画错了，那么就只有这一种可能，就是你走反了，你没找到点。而且如果你真的是从消失点往外找，你就说啊，我从这边找，哎呀不对，再找一条，哎呀还不对，哎呀还不对，死活瞄不对，那是很正常的。为什么呢？你想看，你从一个消失点你往外找，你会找出无数条线，你肯定找不对。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倒推，就是你想从这儿走，你就从这儿直接出来，你想要连接哪个点，你就到这个点这儿，哎，你再去走，那么它一定能够点对点的连上。你倒着推，你知道吗？你就从点，你看点对点走，它一定是能连上的。好，如果你连不上，还有一个可能是什么？你这个比例没画对，就是从一开始你设计这个可能就不太对，对吧？你看这样，你看是不是它就一定能够对上？它是不是一定能够对上？对吧？那么这样来看，目前来讲就是所有新的这个问题就会 OK 了。好，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觉得我拉出来的感觉不像正方形，那这个像不像正方形就根据你自己的选择了。你看我这个为什么像正方形？因为我自己目测了一下，我的长宽高是差不多的，那么它是个正方形。但是你想看，很多人不知道，他就说啊，那我直接在这上面画吧，他就画，他就直接在上面画，他也不知道怎么用，他就这样画，他就这样拉画。哎呀，我画的怎么是歪的？哎呀，它不像正方形。哎呀，这怎么还不是45度呢？哎，你会发现会有这种问题。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？因为它的
初始点想错了，他没有去找那个中线，他没有去找这个长宽高相等，所以就会出现这些问题。好，那么目前就是以上所有就是新进的一个 ProQuest 相关的问题。